不要说我觉得这个好用，我每天把它照3餐喝，把它当营养品在。我真的有遇过客人那样子在哦。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请到这个沈理事长来帮我们民众解答很多关于这个医美跟中医的一些疑惑。沈理事长呢，他在台湾推动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很特别哦。他跟其他中医不一样哦，他真的是学贯中西啊。他本身呢，对中医的理论呢、基础呢这些非常熟悉，然后他对我们这个西医的这个解剖呢，他这个想法还有这个认知也非常的了解，非常透彻。我借由这个机会我觉得非常开心，可以请教理事长几个问题。是，谢谢张医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日丁沈医师。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一方面有一个研讨会，那一方面也可以跟大家来聊聊，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方式来解决一些术后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肿胀的问题。其实坦白说，对我们而言尤其像我们外科医师，手术我们可能可以尽我们力量，可以尽量把它做到最好。可是有一件事，我觉得是西医的弱项，就是术后的消肿。是因为坦白说，我们手术做得再好，你会发现有些客人他真的就不太肿，有些客人水肿的时间就比较久。是，所以我们真的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想要请问沈理事长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如果客人他术后他觉得他水肿的时间比较久，一般我们门诊比较常遇到的是像拔牙后的肿胀，那有一些是像是手术，像是割眼袋。我门诊曾经有一个病人，他割完眼袋2个月还是肿的。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中医其实它强项就是有一些中药材可以使用，还有一个针灸可以用。以中药材来说，这种在渗出到血管外的这种水分，我们会用一些中药材，譬如说像是泽兰、防己、车前子、赤小豆等等，我们来做一个水分的一个代谢。另外来说，在局部的话，因为它可能局部的一些挤压，所以造成它循环不好，所以我们用个针灸去把局部的组织、肌肉给它松解开来，让它这个水分比较容易带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以后我遇到有一些水肿比较慢的，我到时候要请这个沈理事长来帮我们一下。对，其实用针灸啦，或者用一些中药啦，甚至用药茶来做一个调理，其实它消肿速度是很快的尤其像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肿胀的2个月都没有好，就扎针就扎2次，它真的就消很多。是，坦白说，西医呢，要么动刀，要么用西药。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水肿它很多时候跟循环比较有关系。对。所以这个循环的部分呢，其实我虽然是西医师我今天北医我自己对中医也很有兴趣。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其实真的中医跟西医的强项不一样。是，那像这种跟循环有关的，真的是用中医的方法，有时候它效果是很不错。其实最近的很多的西医的研究也都是从中药里面去萃取出某一些成分，就是我们的脑瘤也是一样，从中药里面，像当归里面去萃取某一个成分，打进这个脑瘤中心，它会消。对，所以其实中西医现在已经越来越没有界限。刚刚那个理事长提到那几个中药，它有没有成药，还是那个最好，还是经过医师处方会比较好，最主要还是剂量的问题。有一些水分代谢的药多食圣人精益，什么意思？就是你喝太多这一类的这种药材，它可能那个水排太多，人会比较干瘦。对，所以还是在医生的控制下使用比较好。那讲到这，我就想到第二个问题，是好多客人问这个问题。15年前整形开始发达之后，那时候坊间就开始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蜈蚣草。于是那个一开始就有人说，吃蜈蚣草消水肿比较快。但以您的看法，蜈蚣草真的是一个万用的消水肿的东西吗？蜈蚣草其实在中医最常用来就是治疗一些跌打损伤、创伤啦、脓疡啦、消炎、抗菌用，它一定有它的作用。但是你今天用蜈蚣草，就相当于我们在吃西药、吃一些消炎药、抗生素，有点类似像这种作用。可是它对于一些，譬如说我们在出血期的一些加速它赶快血管收缩，它可能没有那么快的作用。所以在我们中医，我们可能会分出血期我们用什么样的药，在凝血期我们用什么样的药。譬如说我们今天是出血期的话，我可能会用到一些像是凉血的药，像生地啦、旱莲草啦，这些要搭配着使用，
可能效果会更好。所以大家常常坊间会有一个迷思，就是我单靠一味药打通关，其实有时候很难啊。让我们医生做久会觉得，我光靠那个药，其实有些地方顾不到，我们会再给你多加几味。我之前还看到有客人就说，他在手术前就开始喝蜈蚣草，这样真的对吗？它其实就是一个消炎药，有点像是手术前吃止痛药，预防性的。对，手术前吃止痛药，有没有止痛不知道，但是就是心里可能有得到安慰啦。我在想，那另外还有人就说蜈蚣草好像比较凉，对，它有可能会拉肚子哦。像女孩子她还有一个月经问题，有一部分的女生她遇到一些寒凉的东西，尤其在经前的这10天两个礼拜，肚子会不舒服。她可能喝了蜈蚣草的茶，因为它比较寒凉，她可能子宫会比较收缩，是然后可能月经来的比较痛，所以不要以为中药可以自己乱吃。对，其实蜈蚣草的确好用，但是你如果自己用，你又不知道剂量，网络上给你写的，如果它浓度过高，那你可能对身体又造成其他比较寒凉的这个影响。蜈蚣草还有分这个粉嘛，跟煎的水剂，还是要医师处方啦。不过因为台湾目前来说，它管制上面稍微严格一点，但是你如果说自己要去买这个蜈蚣草的草本的东西，其实在一些草药行，它其实还是买得到。对，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你如果要用中药，可能还是要问一下专业的意见，不要说，我觉得这个好用，我每天把它照3餐喝，把它当营养品在。我真的有遇过客人那样子在想。另外就是说，因为像我们手术，比如说吸指丸、抽指丸，是它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阵子感觉比较钝。我不知道像在这个中医师您的观点，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种状况加速改善？中医有很多的用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血管性的用药，有水分的用药，还有一个跟神经相关的，跟神经相关通常都是走肝经。像我们青皮啦、陈皮啦、乌药啦，这些像黄芪，它本身可以加速我们组织的修复，所以尤其是在这种它不是真的神经不好了，而是说可能暂时睡着了，把它叫醒。那通常我们会用到这一类的药材去做一个让这些神经比较快的苏醒，那你可能比较快感觉到那个反应。再来就是可能因为刚做完这样子的手术，可能也要包扎、要绷紧，所以循环也不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增加一点活血的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手术吧，有时候说那个感觉有时候它恢复有些比较慢。那其实我们除了平常好像西医部分都是吃维他命 B，那我常常在想说，以前我大学有去学针灸啊，还有学一些中药，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可以加速。所以今天趁这个机会问这个理事长，因为肚子上面大部分是胃经、脾经、任脉、带脉了，大概这几条经络，所以你从这几条经络去找一些大的缺点去做刺激，对局部的经络循环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中药材，这些中药材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恢复的快一点。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做抽脂应该还是会碰到某一些血管，还是怕出血的问题。方面，如果说用活血的药，中药很特别它活血药不一定会让那个血往外喷它的活血是什么？让血管弹性变好。血管的弹性变好，它血循变得比较快，不代表说它会往外渗出来。但也是要看的，对，还是要看。对，你不能乱吃你不能说听说活血很好，我就吃红花。哇，你惨，你那个肚子的 OC 一定会比较多。但是你如果用丹参就不一样，丹参本身它有一些凉血跟活血两种作用都有，也就是说它又可以让血液稍微止住，它又可以让血管的弹性变好。所以中药里面蛮多这种药，像赤芍啦、丹参，都是调节血管弹性的用药。那如果是脸部的有些人脸比如说他做完，他可能脸他觉得麻钝感比较久啊，或者是脸部做一些疗程，他的做法会一样吗？脸部的话，我们看它麻痹的地方是在哪边。如果它是在一些神经出口，可能我们会在神经出口附近找一些血点。比如说我们的阳白穴啦，它刚好就在我们眶上裂附近。我们眶下裂下面附近有一个叫四白穴，那其实从这些神经出口或血管出口的附近找到一个穴点，其实对局部的这个血循跟神经的刺激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常遇到的是颜面神经麻痹的病人，那颜面神经麻痹的病人，他除了我们去刺激他周边的肌肉之外，我们会找到跟他相关的穴点，譬如说耳后的翳风穴，它刚好就是我们的神经管道出口的附近。
其实对这个神经的活化都有帮助。益丰穴我还记得，在 Mastoid 的后面这个地方，对，在西医的观点是这样，对，它刚好是我们肥胸第7对脑神经颜面神经主干出来的位置。对，而且益丰穴啊，跟我们眉头的这个攒竹穴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些交感神经的问题，是攒竹穴它可以调节交感神经，益丰穴可以调整副交感神经，跟一般我们传统在做经络的一些想法又不太一样哦，因为这个是走实证医学测出来的，是，发现它的确有调节神经的效果。我觉得刚理事长讲到一个，我平常在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一直在讲，evidence based 的，对，其实实证医学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不管在中医西医都一样，其实就觉得，其实很多东西要讲证据。可能一般民众的概念是，中医是不是古老的东西？可是不是哦。这几十年下来的发展，台湾的中医走 evidence base 的量非常的大，所以绝对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献来佐证。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就像其实你知道我们在做美容医学，也有很多人很多诊所，它是靠 hallucination 跟 imagination 幻想出来的，对，但是就很糟糕。所以其实像刚刚这个理事长到这个我们这个颜面重建学会演讲，也提到很多 evidence base 的东西，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好，给大家一些认知。那另外还有我很常遇到这个客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平常在服用中药，但有没有哪些中药特别要注意在术前最好先停的？其实中药里面一样有一些活血或抗凝血，或者是减少血小板的这种药。像我们在西药有最常听到就是阿司匹林，必须要停药停个5天7天，对不对？是。那有一些药甚至要停到2个礼拜。那通常我的建议是，你在手术之前1到2周，你一定要停掉的一些健康食品，包括像银杏、红花，像鱼油，这个都是一定要停的。中药里面比较会活血的东西，像是桃仁啊、红花啦、银杏啊，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会活血的。那像人参啊、枸杞其实还好。那人参要看，人参其实它有时候有收缩管路的作用，那有时候又有放松，所以中药很多是双向调节。所以人参有分不同的参，对不对？对，有分不同的参，它有白参，像是我们的西洋参，那也有这个像是红参。那红参它有分西洋、太子参、党参，这个比较偏补肺，然后稍微有补气作用，也不会太燥热。但是东洋参啊、土人参、猪儿参就不一样了，稍微热一点，就比较容易出血。对，它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收缩的，或者是发炎。你本来切下去之后，可能我组织还是会有一些发炎肿胀问题，它可能在初期不要用。我们会建议像这种补法，不管是你是人参或者是当归，你就要在医师的监管下去使用。尤其在我们有伤口的时候，当你伤口会发红，这个时候你没事给他吃人参、当归这么燥的东西下去不好吧？我是常常遇到，因为像我们诊所大概有四成的客人海外来，我就遇到他们这个有手术完，来台湾就跑去吃那个士林夜市吃这个药炖排骨，里面就有分当归或当归鸭，是，然后就肿起来。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台湾的美食不管是当归鸭啦、药炖排骨，最喜欢加什么？酒。是，对，其实这个酒在发的那个力道也很强，所以它当归可能它没有放很多，就一个香味，可它那个酒里面放蛮多，马上就对，所以我们常说术后啊，不管你是今天是埋线或者是动刀，术后不能喝酒嘛，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每次我跟客人说术后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啊。医生，你那个说而已啊，没有是认真的，对，会肿哦，是真的会肿哦。另外就是说，那个其实常常有很多，特别很多女生，她平常是吃中药调理身体，是。那有时候我们术后啊，会给她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消炎啊，或预防性的这个抗生素。是。如果有这个西药跟中药，有没有说她在吃之间，比如最好间隔几个小时啊，或者是他们有时候会问说，那这样子怎么服用的顺序会比较理想？好，一般来说我们在药理学上面，不管是药师也好，那或者是医院端，它都一定保守起见。保守起见就是隔2个小时。那其实我们在门诊上面在操作，我们发现，其实隔1个小时它的干扰就没有那么大。中医药跟西药它其实有一点点差别的是，它着重的地方 focus 的点不同。
譬如说我们今天西医是走一个比较压制的，那中医可能是走这个比较底层，我稍微去做一些调节跟这个循环的部分，虽然它方向不太一样，所以其实稍微隔开一点点就可以，也不用太担心它会交互作用。如果像有一些客人啊，他平常就比较容易水肿，哭一哭就水肿，吃一吃火锅容易水肿，那你有没有说，比如说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或是一些在家自己有时候按摩几个穴道，对他们循环会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其实像比较容易眼包水肿，或者是说今天吃的比较咸就容易水肿的人，身体上面有一些穴道，譬如说我们脚上面有所谓的足三里，足三里穴其实就是我们的肚皮下四指腹，这个地方叫足三里穴。那足三里穴本来就调节脾胃，对于我们的一些利水消肿是有帮忙的。再来还有一个穴道叫丰隆穴，丰隆穴也在脚上，整个小腿的中间，然后往胫骨外横一个指腹出来，这个地方有2块肌肉的交缝，这个交缝处，这个叫做丰隆穴，好酸。然后这2个穴道呢，它加在一起，它利水的效果特别好，这也是我们常在做针灸啦、埋线要减重的人，我们会用到的穴道。是。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眼包水肿的话，我们刚好提到有所谓眶上裂、眶下裂，这附近刚好有2个穴道，一个叫阳白穴，一个叫四白穴。这个地方你稍微给它轻轻按揉，它也会慢慢消。那再来就是我们两边，我们从太阳穴这附近也有一些血管路出来，那我们太阳穴这边可以轻轻的按揉。那你这整个眼，你不要去揉眼睛哦，尤其现在年轻人很怕长皱纹。你眼睛一揉，下眼睑一揉，皱纹就出来啦。所以我们揉什么？我们揉穴道穴道都是在骨头上，就是我们的肌肉附着的那个地方。那你去按在这个比较厚的一个肌肤上面，其实它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那里就是穴道。哇，这个很实用其实不管今天有没有手术，如果你真是容易水肿的人，是今天多亏理事长教我们这几招。常常有时候客人说，不然吃利尿剂，有时候这个吃利尿剂跟消水肿是2件事情。对，其实对身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只要利水的药用多，对身体其实会有一个消耗的一个反应。那如果说换另外一个方式，我们知道中医还会有强调这个食疗，是。但有一些客人呢，术后，您有没有建议说什么食物多吃，什么食物不要吃这样？食物里面有一个最好利尿的、利水的，这个东西叫鱼汤。尤其像鲫鱼，它其实对我们水分的调节蛮好的，所以你可以用鲫鱼下去煮汤，或者像鲈鱼汤。鲈鱼汤它在刚开始你开完刀的前几天先不要吃，因为它有一点点抗凝血效果。所以你大概过个2-3天之后，我们再来吃这个鲈鱼汤。好，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像鲤鱼，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卖鲤鱼啦，不过在我们的中医的典籍里面是有鲤鱼，在其他国家可能还可以吃得到鲤鱼。那台湾应该也是有，只是它的名称可能不是这个。那鲤鱼本身也是对于我们的一方面是蛋白质丰富，一方面对于我们的这个水分的代谢也是很好，对脾胃系统也很好。那再来有一些人是因为他的肠胃道蠕动不好，对，有可能是麻醉，也有可能是他会复查，然后他又不想起来走动。对，这个时候呢，我们中药有一些像是调脾啦、整肠健胃的，像是山药啦，所以你用的这个食物里面可以有一些像山药下去煮汤啦，你喝一点汤，刚开始应该是可以进一点水分的。那有一个论文也是跟中医有关的论文，它就是如果早期开始摄取一些水分，是不是可以增加肠道蠕动？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这个水分还是在医生的监管下来使用。那我觉得刚刚理事长提到一件事，就是其实包含我们这个外科的教授在提到一件事，不管做什么手术，最好不要便秘。对，因为一旦便秘一用力，哇，伤口啊、水啊、什么就跑出来了，就开始乱跑。对。那像除了这个食物的话，比如说平常肠胃蠕动比较慢，或是术后可能他躺在那不敢动，那有没有说什么一些简单的，比如说他也不方便起来啊，或者他有没有办法自己做一些动作，可以让他肠胃蠕动？我想今天大家家里应该都有一些热敷仪啦，或者是家里有一些热敷袋啦，或者是艾灸，可以灸在我们的这个肚脐上。那肚脐其实就是任脉，它周边就是脾胃经，它对于整个我们肠道的蠕动是有帮助的。所以一方面你可以从这个肚脐上下的这些穴道下手，让它温热。
那也可以增加我们肠道的蠕动。艾灸不知道大家现在买不买得到，不过在某些国家它是很方便的东西。那台湾比较喜欢用的是一个光疗红外线，是的，那个也行，但是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太烫哦。我们诊所也用那个东西。对，它其实可以让你的这个肚子附近的这个穴道经络循环的稍微快一点，可以让你比较快恢复这个肠道蠕动。哇，太好了！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开心真的可以跟理事长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而且我们刚刚私下在聊，因为理事长其实他也是很多中医师的老师。那他现在在推广他的这个美颜针那这个美颜针，我刚才在讲，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这个整形领域面部解剖比较熟悉的医师，我也常在开课教学。我们刚才在聊说，我们或许以后也可以弄一个课程，我把这个面部解剖打开来看，让这个理事长来跟他这些中医师结合来看，说这个中医的观点跟我们的一些不一样，我觉得很棒。是我一直以来也很想要走这一条路，但是就是苦无 resource 就是今天就聊到这个，遇到了，遇到神手了。谢谢，非常感谢理事长，谢谢你，谢谢。如果各位观众你有什么问题对中医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各位搜寻沈医师他的资料或者是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来询问我们，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资讯跟你说。那我相信对各位不管是平常的健康术后的这个保养我觉得都会很有帮助。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下次见。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